又是为了要繁殖吗？这句台词没有配上吉克的脸，已经是迷因，他已经要神格化了。你居然在动画的时候没有让他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截图，我觉得不满。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呢，回到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呢，我们就不会用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可能像网红圈啊、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我们找来是特别来宾阿滴。大家好，我是志祺77，今天带的是他的本体。今天有2个志祺为大家服务。那我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巨人哦。可能会有人问说，上一集不是聊过吗？因为上一集录制的时候是动画版完结篇还没有出来的时候，结果呢，我这个周末看完动画，我就发现，有些地方看得蛮开心的，觉得很感动。但是如果想说我一定要买蓝光，然后待会跑去洗个澡，我们2年前其实做过这一集。看漫画的时候的一些 bug， 对，然后好像还没有解决，但为什么我会比较能接受了？想了一下，有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再录这一集。那这集为了能够好好聊，我们就会直接大爆雷，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完的，先去看再来聊，好不好？不过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喜欢看动漫轻小说吗？那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BookWalker 电子书平台。BookWalker 拥有最多的日本正版授权漫画和轻小说，最近热门动画的漫画原作、葬送的福利莲、我想成为影之强者等等的作品，也都可以在平台上面找到。而且现在还有特别活动，由我们团队私心推坑经典神作。活动期间购买推荐作品享有55折优惠，另外当月结账满999元，还有100元优惠券。而另外呢，在双11优惠期间，全馆漫画、小说等各类书籍至少65折，最低55折，而且买满3000再折450元。现在注册成为新会员哦，还加码送79折优惠券，满100再送50元优惠券，完成特定任务登记再送100点，还等什么呢？赶快到资讯栏点击官网，看看更多的活动资讯吧。先来问阿滴好，就是看完完结篇，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哪些地方让你直接破防？感受我是觉得整体更流畅，更多细节，让我对于晋级结尾的这个印象是加分的，所以我觉得跟你是差不多的。就是原本可能开始看文字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个体悟是 BGM 的帮助，还有分镜的帮助，因为它让很多的对话，原本它可能是一连串的文字，现在变成有的时候有一个特写，他就说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啊，那我就原来他其实在这段话里面，他想要强调的是这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有很多对话的细节是加上去的，对，他一起补了一些在漫画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台词，让这整个对话更有逻辑，或是更可以让人信服。第二个是破防点嘛，我自己有2个，一个是我觉得跟蛮多人一样的，就是 Levi 在那边哭的时候，他面对所有原本他是点到为止，只是一个眼泪后来滑下来了之类的，因为他变动画了嘛，就会动了，所以比较感动。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破防点比较特别，是铠甲巨人跟他妈的那一幕。这个原本在漫画里面我也是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他们的痕迹，但是我觉得他的妈妈也有很多心境上的成长，也有一些 flashback 去衬托这件事情。就是铠甲巨人他也是带着抱歉的心情，觉得说我又让你失望，但其实妈妈并没有这样期待他。然后他们2个算是某方面的和解的那一幕，让我很感动，因为它是一个亲子的情怀。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让我意外的是，科尼跟约翰这边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在那一幕的时候就因为在漫画里面它其实很快，所以你还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节奏里面。他一幕，然后下一个就是他们直接变巨人的脸了。对，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2-3年前我们在追番的时候，你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干他们完了，他们已经被领便当了感觉，因为他变巨人了嘛，不知道可以变得回来。所以当下在看那个最新一话，我其实心情很难过，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努力了这么久，居然最后结局是大家都变巨人。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动画党，他完全没有看过原版的漫画，看到那一幕，他们2个抱在一起的那个感触更深。对，然后变巨人。我原本一直都是喜欢看漫画的人，但是在巨人的这一整段之后，我有感觉到说，原来动画能够给你的张力，而且它是第一次体验的话，其实会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作品，搞不好以后可以考虑第一次先看动画，之后再回去看漫画。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觉得动画版跟漫画版这个结局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自己第一个观察点是，我在看完最后一集，因为它是下篇，我又再回去看上篇，把前面算是重温了一次。它这一整个结构把这一个 arc 变成是5个章节，1、2、3、4，然后最终章嘛。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切割，它其实每个章节的长度不太一样，但是以单章来看的话，是还蛮有逻辑的。它就是一整块很完整，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的安排还蛮聪明的。就比起像以前一样，可能一集就20几分钟，然后可能拖个7、8集，我觉得它这个安排我可以理解。差别是在于说，里面有多了漫画没有的细节，是我觉得有让整个对话变更饱满。比如说 Armin 跟 Ellen 在最后换很多场景，从小时候，然后到长大，然后到那边多了几段话，最后结束说我在地狱等你的那一段也都是新的。
因为我还特别回去再翻漫画说这个东西有吗？因为我没有印象有这个东西存在，因为这个很关键，那个已经是最后一个谜底的揭晓了，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多一点陈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初漫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批评就是觉得说这个转折让人难以下咽，不管是 Armin 他这么快就接受 Ellen 的想法，或者是 Ellen 突然爱上米卡莎了，就是前面的都感觉不到他对米卡莎有这么多的好感，这个最后發現哦，他居然是一个会讲出永远不想要他忘记他这种很痴男的话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动画里面有多加这一些，而且我觉得一定也是经过原作者他觉得要加进去，因为不可能无中生有，我觉得是让整体更容易理解的一个很好的添加。但是你觉得他对于米卡莎这一段有补足吗？米卡莎没有，对，因为他是更前面嘛，所以我觉得那一段的确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受限于他的结构。对我来说，我再回去翻了一次漫画，然后就有更深刻的感觉到，漫画最后真的发展好赶哦。我觉得这我有另外一个观察点想要提示，《进击的巨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慢熟的漫画，就是你需要 invest 很多东西，特别是中间有一段那个王政的那个arc，那个就很缓慢。但是如果你回头去看的话，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铺陈。所以当巨人在前面是一个接着一个揭晓谜底，但是到最后那个最重要的arc却有点像赶上架的感觉。所以以整体作品来看，会觉得前面很慢，刻画的很细节，但到后面突然就结束了，就会有一种配速没有到那么舒适的感觉。你用配速这个概念来讲是对的，像我们刚刚讨论到科尼他们那一段，就在漫画里面就一瞬间。可是我能够想象，如果这个段落他被好好的用个3页、4页、5页以上，flashback 到超多以前的回忆，这样子进入回忆篇，也没有到那样。但是我能够理解那个阅读体验会让那个分量被加重，但当然这个分量加重有没有是作者想要传达的，这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作为一个观众的感觉，会觉得这个东西在动画的时候让人觉得情感更丰沛的。对，有被弥补到。还有一个差异我想要提出来，然后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又是为了要繁殖吗？这句台词没有配上吉克的脸，为什么会犯这种细节上的错误？他一定要配上吉克的脸啊！那句话就一定要是吉克的脸，那个已经是迷因了，对啊，已经是迷因，他已经要神格化了。你居然在动画的时候没有让他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截图，我觉得不满。因为我看完动画的感觉跟我看完漫画实在是差太多了。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是我被骗吗？还是 BGM 真的就是那么有效？我以前看到一些不合理的剧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他只要下 BGM 这边就会合理，因为这个 BGM 太好听了，热血，对，就好好听哦，就过去了。但我后来在想，会不会其实也是这2年我变的？以前我们在看巨人，我觉得在2年前，我真的会很纠结于它里面的一些细节啊、逻辑啊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这2年的成长，就是有些事情其实就没什么道理。这是你的结论吗？我觉得我的包容度好像变高了。它其实就是这样。例如说，以前会很纠结说生物的始祖那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没有交代，然后我就那他就出现了，不是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或者是始祖巨人的爱就是那么长，然后搞了这一出吗？啊，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我好像就是因为生命当中已经遇到了一些真的人是这样，所以我可以更能够同理他们了。这也是看这部作品，然后重新投射之后，觉得可能我自己人也成长了，所以我看得懂他更多想要表达的事情了。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动画的，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冲击的地方，也可以就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不过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剧情啊，是你看完动画版的结局之后，还是觉得美中不足的？我觉得有一个像是剧情不够合理的点，可能就是觉得不是你才刚打进去也没有多久嘛，因为他们那些雷枪的数量都还很多，然后巨人就叛变了，一堆巨人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意识往下了。我记得我当下看的时候，也太快了吧？可是后来也想一想，反正就是只是一个时序的问题。毕竟阿尔米在道路里面是时间空间是非常长的，所以非常有可能他打一打，满足了一些剧情需求之后，马上就叛变，因为那个就回到那个时间点就好了。我对这个的理解是艾伦在放水，因为艾伦本来就是看到了所有人自由意志汇集之后的那个结局嘛，他的目的其实本来也就是要让艾尔敏赢，所以他会把艾尔敏绑架，是为了拉进去道路里面，让他可以去说服吉克，去促成这些巨人都可以叛变。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比较像是一个导演，这些东西的时序都是按照他觉得最好的安排在发生，或者是这个其实是始祖想要看到的，也有可能。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始祖还是艾伦。我觉得他们2个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嘛。艾伦的目标就是所有人的自由意志最奴隶的状况，大家变英雄，然后他被杀掉，他牺牲去换取岛内的和平嘛。那始祖的目标会比较是他的执念在米卡莎身上，他想要看到一个有深爱的人，但是却可以有勇气把它解决掉的这个动作发生。他想要看到有一个人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像我自己在看，当我这些激情过去之后，我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包含说我很难理解调查兵团的这些大家，他们到底为什么有动力去要把艾莲杀掉？一开始他们是抱着一个我要去说服他，我能够理解我要去说服，所以他们冲了过去。但是冲了过去，他们遇到了那么多的挑战，最后竟然选择的不是放弃，也就是说，好，我现在要去把他杀掉。这个当下我还是愣了一下。我知道你那个点是
在他们在飞艇上被拉进道路，艾伦跟他们说我没有要跟你们交谈，我们现在唯一的路线就是塔塔凯，对不对？的那边，他们其实可以掉头回去。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是他们已经其实去尝试了，因为我觉得人会不服输的心情，我能够接受，所以他说哇，不管我就要再去跟他说服一次，可以的吧？然后就说服他们已经到那个阶段上面，然后他们又被老鹰载走啊，他们就已经飞到旁边，然后说没有，我还要再去打一次。我想说，你们到底哪来勇气？那个时候其实米卡萨有挣扎，他有被身边的人一直说服，说我们要不是有那个奇迹，我们早就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余裕可以对他手下留情，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决定还是要回去把艾伦杀掉。但的确好像对，为什么？其实是可以走，但是你看哦，他们走掉就好了。对，他们可以飞，因为那一群人里面有立场不一样的，这几个人去就好了。像车具、鸟具，你觉得在面对一个东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他会去做这件事情吗？我自己是还没有找到说服，但我很希望有些观众可以跟我解释。所以那一群人后来的选择就是艾伦的生命，或者是剩下来20%的人口。然后对于米卡萨来说，他可能会比较想要选艾伦的生命，但到最后一刻，米卡萨也是选择结束。对，但我这边是真的不理解，但可能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慌乱，他们选的这样，我觉得也接受了，我接受。但我就是本质上这好像不是我做出的选择，所以我很难同理。然后另外，我觉得剧情应该也有些地方它其实是不容易看懂的。你有没有想到哪些地方是不容易看懂的？我们可以来聊聊。我之前最大一个没有看懂就是尤米尔对米卡萨的执着，但我这次就有看懂了。有出现一幕是平行时空的选择，他没有去挡枪，让长枪杀掉梨子王，然后他去跟他女儿相聚。那一幕他出现的时间让我懂说，哦，尤米尔是想要看到米卡萨做出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他希望可以这样做。有点像是米卡萨的决定之后，尤米尔就升天了，他的怨念就消失了，所以巨人之力消失。我觉得我看动画有比较懂这一点，但是当初在看漫画其实没有到想很通，为什么尤米尔这么执着于米卡萨。另外，我觉得为什么杀吉克就可以解决？解决什么？我觉得应该可以很简单的想象说，啊，对，吉克代表着这个血脉，王血，对，所以你把它砍掉，就像按钮就没了，然后就没。可是后来我仔细想，不对啊，吉克只是进入道路的那个关键，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开始叫道路，然后可以接触到始祖。可是后来始祖也没有在听吉克的命令啊，最后他其实始祖已经跟艾莲达成共识了，对，所以其实你完完全全不用管吉克，他不需要王血钥匙就可以使用始祖的力量。对啊，方地名是艾莲的意志，又不是吉克意志，那你到底为什么杀吉克可以停止这一些？我这边也是打一个问号。我的理解就是他是钥匙，他没有了钥匙，就算有意志还是没有办法启动，因为有不战契约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已经破坏掉了。那如果我要硬解释的话，艾莲一样是导演，反正他就是要停止地名，他就是只要杀80%，所以在吉克被杀掉的时候，是放水，他就那我停止，在外面看起来杀掉吉克停地名很合理，然后我就这时候停，就是艾莲放水说，因为艾莲是看了未来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未来我并不觉得有影响他的自由意志，这个未来看到的是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跟本来他本性就会做的决定，所有的冲撞之后出来的未来。今天我放任自由发展的话，就会是这个未来。艾莲他也是用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跟他的渴望去选择了这个他勉强可以接受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他的确是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它就是一个有限的自由，因为动画也有讲嘛，他其实本来的欲望就是我想要踏平这个世界，只是他没有想到说踏平世界是这么的残酷，所以他在外面遇到那些外面的人的时候，外面的人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恶魔的时候，他才会很有罪恶感，但是这个罪恶感并没有凌驾于他想要踏平世界的这个欲望，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所有决定都还是以他的自由意志以及他觉得这个是对我所在乎的人最好的结局，所以我去做。所以我觉得艾伦在放水。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剧情到最后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讨论你刚刚讲的这种自由意志，所以你的想法是认为艾莲有自由意志？对，我觉得他是自由，但他是一个有限制的自由。有一句话是说，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鼻子前面嘛，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乱打我，就是你打我，你侵犯了我的自由，但是我不让你打我，是不是我侵犯了你想要打我的自由？所以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 freedom 跟 free will 的讨论。对，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有一个界限的。那艾伦他今天是不是也是侵犯了墙外80%人类想要活下去的自由？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跟他所发展出来的个性去选择了他本来就会选择的事情。他只是能够看到这所有人的自由意志的碰撞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未来。这个未来他未必很满意，但是他是一个所有可以选择里面，他觉得也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个真的是很经典的自由意志相关的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个有点悖论，它就是有点自相矛盾，但是是一种理解方式啦。就是对我当下来阅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在追求这个自由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好像想要告诉大家说，你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样有代价。你对自由的理解也有可能是错的。我最后想要讲是
是，虽然很多人觉得看这个作品是跟自由有关，但我自己看这个作品跟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作品的原因，就我来说，我觉得它的核心是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不断在促进大家可以理解彼此的一个作品。你会发现一个一个谜团，你是一直在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作嘛？它其实世界观非常的缜密，然后有很多逻辑在里面，或者是人物关系、国与国的关系，甚至是原本看似是坏人进来到我们的墙内的这些巨人，他们其实有自己的苦衷。我们去侵略他的时候，发现我们变成是他的角色。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跟很感动的巨人里面的一幕是 Better Toto。他那时候被握在凯之巨人这里面，他是人形，然后凯之巨人在逃走的时候，然后他在里面哭，就觉得说谁要来拯救我？那一幕看起来，如果你是在当下，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公三小，就你是超大型巨人，你在那边迫害这么多人，然后你在说你想要被拯救，但是当那一群人过去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变成了是迫害者，然后他们开始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理解是这个作品教导我们很可贵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长大之后都是在追求一个希望被理解，或者是我们也都经历过那种被误会、很冤枉、很难过的心情，但到最后，我觉得他这个结局是大家都可以彼此理解了，就得到一个和解的感觉。但是后来又纷争就继续了，但这个纷争继续就是一个历史会重复，对，他就说就是会这个样子，没错，就是你会不断的误解，然后纷争又和解，它就是一个历史的循环。我觉得我在看完漫画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开心。我买那个特别的手刷版嘛，我那个到昨天才开，一直觉得我不想要面对这个结局，我有点不太开心。这个或许就是你没有想要一个作品，它就是完全按照着你的逻辑走。如果只是完全跟你想要的一模一样，那这个作品可能也没有它可看的地方。但是反而因为它跟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或者新的想法。或许可能几年后再长大一点点，我看到之后每个都很正常啦，OK 啦，可能就这样吧。好了，今天就到这边。那想问大家看完结局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最后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哦，一起来讨论晋级的巨人。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这个人还有话要抱怨，很多抱怨，然后录影都结束，还想发牢骚。我没有啊，我就还是很看不懂，就为什么那群人他要回去啊？我最不能懂的就是吉克的那个事情，然后虫虫他为什么会消失，以及就是他们为什么那群人要回去？米卡萨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杀艾伦？对啊，就是我看不懂那个动机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对我的确被 B 卷骗了一下，然后但是。行，为什么这边东西想不懂？好讨厌哦！我觉得艾伦放水说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的确没有办法解释那群人米卡萨为什么会突然就觉得可以杀掉他最爱的人。那我其实这样想，他是一个在这个剧情里面一定要发生的事。所以有一点像剧情杀，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惜的地方，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大家会认为说一个好的剧情发展是出自于角色的动机，角色合理在当下会做出这个决定，对，而不是因为剧情需要发生这件事情，大家角色就做了这件事，这个真的好可惜。但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想清楚，所以如果大家想清楚的话，可以帮我们留言。我很希望听到一个答案来完整我对于这个作品的感情。最后呢，志祺弟弟要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英文，叫做 plot armor。plot 是剧情 ，armor 是盔甲。plot armor 就是主角都不会死，就叫 plot armor。哦，因为剧情不能让他死，所以他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死。所以这个就是反过来 ，reverse plot armor， 他怎么样都要死。armor 对，气死，我还是很气。最后一段我还是很气啊，但他经历也是他第一个作品。